大家好，我是带着你进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，今天和大家说说《9号密室》第1季的第4集。主人公是一家3口，得了重病的女儿今天过生日，慈善机构为大家请来了著名的歌星伍迪大郎来给女儿送温暖。妈妈正在鼓捣摄像机，准备到时候把女儿的生日全程拍下来。其实是因为妈妈刚好是大郎的迷妹，不过妈妈把录像键和暂停键弄混了，以至于她想录的没录上，不想录的1秒都没落下。爸爸在客厅里吹气球时，大郎带着保镖西门和慈善公司的王婆来了。这次的送温暖活动就是王婆策划的。妈妈见到大郎，故作冷静的和自己的爱豆寒暄，但内心其实早就成了这样。屋里的女儿似乎对眼前的歌星并不感冒，脸上写满了谁把谁当真，谁为谁心疼的冷漠。妈妈准备把俩人温馨互动的画面录下来，可惜她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按的暂停键是录像键，所以又没录上。她把开着的摄像机放在女儿房里就离开了，正好录到了大郎给女儿吹气球，吹着吹着，大郎动脉瘤爆裂，直接嗝屁倒地上了。当时我就震惊了，作为一名对肺活量有要求的歌手，吹个气球居然能把自己命给搭进去，看来应该是专攻假唱风格的晚会歌手没跑了。西门说大郎的经纪人正在赶来，并且让大家不要碰任何东西，更不要报警，免得被媒体抓着不放。爸爸突然意识到女儿手里抓着的气球里边装着大郎最后一口气，而且刚好被摄像机录下了证据。4舍5入，女儿手里正揣着1个亿，可惜她的眼神出卖了她的心。西门也瞬间 get 到了气球的价值，他从女儿手里拿过气球。爸爸见状对西门说，不如让我来给气球打个结，我擅长卷结、保结、蛇结、金刚结、淋巴结结、5一劳动节、6一儿童节，反正啥结都会。打完结之后，爸爸没把气球还给西门，而是交给了他认为立场中立的王婆。完了，自己拿着电脑百度了起来，贾斯汀比伯的刘海卖了4万，猫王的头发卖了12万，迈克尔杰克逊的手套卖了40万，而偏偏的世界奇妙物语专栏只卖6块8。搞半天，爸爸准备利用大郎的名人效应出售气球里他最后一口气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把妈妈和女儿支出去之后，爸爸已经开始和王婆西门讨论卖出气球之后的分成了。在金钱面前，大家都露出了真面目，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，有钱真的了不起。爸爸说这个气球是我买的，卖出的钱全部归我，不过分吧？另外2个人却表示，是谁让这个气球这么贵的？你心里没点三角函数吗？爸爸平静了下来，不就是钱吗？这点钱老子卖气球卖个500年也能赚到。天水穿越完，天水穿越完。看来爸爸还是选择了走人生的捷径。妈妈和女儿进了屋，在妈妈的要求下，爸爸把气球交给了女儿保管。吵累的几个人准备中场休息一下，大人们分别在房间和厨房聊天，女儿一个人在客厅。突然客厅里传来气球爆掉的声音，那是损失1个亿之后心碎的声音啊！众人赶紧跑到客厅查看，才发现是虚惊一场，刚才只是汽车回火的声音。爸爸非常轻松的就从女儿的手里拿回了气球。Let go。为了保护着价值连城的气球，爸爸和西门把气球护送到了2楼。接着，所有人都在客厅里等着大郎的经纪人和救护车。王婆突然意识到，要是把剩下的所有紫色气球都沾上大郎的 DNA， 就又能大赚一笔了。说完，大家就吹起了气球。不是我说你们，要是当年把这点心思都放在学习上，应该也没有现在赚的多吧？咱们接着说啊，英国人的肺活量好像都不咋地，费老劲也没把气球吹起来。妈妈起身去拿充气泵，回来后发现大郎居然还没死透。面对此情此景，爸爸又支开了妈妈和女儿。王婆和西门一盘算，干脆1步都2步休，把大郎弄死算了。爸爸还算有点良心，他表示自己不会杀人灭口，大郎活着，气球或许也能卖点钱。不过这点良心在另外2人的洗脑下压根不抵用。于是3人抓阄后决定让西门动手。王婆还不忘在西门动手之前送上气球，提醒西门别忘了取大郎的 DNA， 以备不时之需。说完，西门就忙活了起来。大郎大概做梦也没想到，他最后是被保护自己安全的保镖给干掉的。救护车运走了大郎的尸体，西门说自己约了人撸串就先走了。爸爸和王婆在忙着制定大郎死亡事件的营销计划。妈妈突然意识到女儿不见了，这时候女儿已经挣脱轮椅爬到了2楼，把大郎吹的气球绑在了一个氢气球上放飞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为了拿到巨款，真的杀了大郎，最后却因为女儿把气球放飞，啥也没捞着。说到这里，这个由气球引发的血案就结束了。相比前面几集，这一集没有翻转烧脑的剧情，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集挺没劲的，但是偏偏却认为，好吧，我也觉得挺没劲的。这一集在简单常规的剧情下，直观的展示了人性的善与恶。爸爸、王婆和西门代表着人性的恶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他们的贪婪面被激发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荒诞的故事也显得合情合理。然而仔细一想，又觉得这集的故事很现实。当今社会消费死者吃人血馒头的事还真不少。剧中妈妈这个角色代表着人性中的自私与懦弱。女儿不是大郎的粉丝，妈妈却利用女儿的病情见到了自己的偶像，这是她满足私欲的一种表现。她的懦弱还体现在看到有人倒地，那个人还是自己的偶像的情况下，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想办法救人，而是带着女儿离开。虽然妈妈没有主动参与作恶，但她冷眼旁观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恶。在女儿的眼里，一个放飞升空、自由翱翔的气球，比明星死前呼出的那口气更有价值。这是对成人世界绿欲熏心现象的极大讽刺。所以说，女儿代表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。最后，气球飞上天空，也意味着善良终将战胜邪恶。其实警察通过验尸完全能够查清明星的死因，所以保镖难逃罪责，而联合作案的其他2人也将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正所谓善恶终有报，苍天饶过谁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拜了个拜。